第8章单唐包销热河土旅场邂逅，时盛文仪多年不见，飞黄腾达贩毒内幕，惊心动魄名为单唐，实害人民毒物弥漫，鬼哭神号蛇鼠一窝，你争我夺害人害己，因果不爽华茂公寓，远东最大的公寓楼。旅场邂逅时盛文仪，在我写的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，有一段讲述我在失恋之后，常在新世界游乐场骑驴子。原文中说起，在跑驴场认识了好多朋友，其中写了第一个朋友是盛文仪。当时我和盛文仪的交往，只是因骑驴子成为朋友，其他的事都没有谈到。现在要写抗战时期生活史，盛文仪就成为我文中一个人物了。他是后来沦陷区的烟土大王，他的销行区域包括满洲国、华北政权、南京政权管辖的全部地区，只有广东一省他不曾管到。由于财源广进，声势煊赫，各省军、政、党、警都要伸手向他要钱。盛文仪是清朝由传部大臣盛宣怀姓孙的侄儿。盛姓孙的财富包括招商局、汉冶平煤矿公司以及在各地的地产和中国通商银行等，真是富可敌国。清朝倒了之后，许多宫廷大臣作鸟兽散，唯有盛姓孙有大量地产。因为在上海租界中心地区，所以盛家仍旧是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富翁。上海租界上的地皮拥有，以英籍犹太人哈同及沙逊名列前茅，但是中国人在公共租界拥有大批地产的却以盛家为第一。他家就住在静安寺路的中心成都路口的一幢老式花园洋房中，房产由成都路到同福路今石门一路几乎全是他的，所以有人估计哈同有半条南京路，而盛姓孙则有半条静安寺路。大富豪哈同一家盛姓孙的几个儿子，如盛恩仪、邢四、盛生仪、邢七等，借先人语音，还有宋子文，出自美国反抵上海，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平煤矿公司任职，兼任盛家的英文家庭教师。因追求盛妻小姐，被祖于庄太夫人，但宋不念旧恶，在抗战以前，均在财政部所属税务机关中出任要职。那时在上海的汽车号码，盛家一共占了2个7、3个7、3个9、4个4，这4个出名的号码分属于盛恩仪、盛生仪及盛宇长叔侄。而盛文仪虽然大家称他盛老三，却是属于别一房的。我初识盛文仪时年19岁，他比我大得多，但是人很瘦小，看起来他和我差不多大。不过盛文仪有一些偏财，所以我和他相交数载，没有看见他做过一件正当的职业，但是有钱时阔绰得很，没有钱时还是到处借钱，冲得很阔气。盛文仪好幼安，我虽然和他成为朋友，但看他的经济情况并不见家，也不像一位富家子弟。原来他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大少爷，要用钱只有伸手向亲友方面要，所以有时很宽裕，有时却囊无分文。他对吃、穿、嫖、赌样样都很精，要吃的时候到菜馆去点他们的拿手菜，吃罢之后签了单就走，积下来的账项总是逢时逢节照付清戚的。至于吃鸦片，他说在18岁时已经吸上瘾，所以他对烟土的鉴别却有一套。想不到他的这一套竟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一个主要因素。至于衣着方面，上海天气冷，他有时穿的是珍贵的裘皮，有时却穿得很平常，
竟然只穿一件阴丹士林的长布衫，或是一件印度绸长衫，但是衣襟上的纽子总是嵌上一粒黄豆大的钻石。这是从前阔少爷的打扮，他虽经常欠债，可是这颗金刚钻的纽扣始终要保持着。盛文仪，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的侄子，依仗日本人做后台，大发烟毒财，成了上海滩上的烟毒霸。他把江南一带的鸦片经销权分包给他的同伙和幕僚，并与军警勾结，雇流氓为打手，垄断了上海及江南地区的烟毒市场。谈到嫖，他还是一个嫖精。从前嫖堂子及妓院进门不必带钱，局票账都是每届时节计算的，所以他越是混不下去的日子，越是要到堂子里去度生活。至于赌，他又有一套，不论牌九、麻将、扑克与翻摊，件件皆精，输的时候少，赢的时候多。据他自己说，曾经拜过师傅，别人想赢他的钱是不容易的，可惜不是天天有赌局。